我再也不敢和别人合租了，因为我的室友就是变态。刚毕业的我，为了节省房租，选择了和别人合租。这是个相对老旧的3室1厅，我也是最后一个入住进来的。入住的第1天，我们3个人就凑在客厅一起吃个饭，相互认识一下。经过一番了解，小爱长期居住在这，梁哥也是前不久刚搬过来的。为了欢迎我这个新室友的到来，我们还喝起了啤酒。在酒过3巡之后，小爱明显有点喝多了，拉起我语重心长地说起来：“乐乐，你刚搬进来，我得提醒你，平常洗好的内衣裤要尽量晾在自己的房间里呀。最近变态的人特别多，我都已经丢了好几件了。”听着小爱的话，我注意到她的眼睛总是瞟着梁哥，好像在跟我暗示着什么。我也似懂非懂地应着小爱。可没过几天，我的内衣真的不见了，奇怪，哪里去了？我嘟囔着在卧室里到处翻找着衣服，因为今天刚好是周末，小爱也在家。她刚巧在门口看到我翻找着东西，便进来询问：“你干嘛呢？”我把自己丢东西的事情跟小爱讲了一遍，话还没说完，小爱就气愤地拉着我出了房间。我眼看她要带我进入梁哥的房间，便拽住了她：“小爱，你干嘛？梁哥不在家，我们去他房间是不是不好？就是要他不在。我早觉得他不对劲，家里就咱们3个。你搬进来之前，你屋原来住的是一个男生，我一直以为是他，可没想到他搬走了。你内衣也刚丢，那还能有谁？”我震惊地看着小爱，满脸的不可置信，但想了想，比起梁哥，我更愿意相信小爱。随后，我俩就开始在梁哥的房间里翻了起来。也没多久，小爱就从梁哥的床下掏出了一个塑料盒子，里面整整齐齐摆着好几件内衣，有小爱的，也有我刚丢的。你看证据确凿了吧？我就说这人有问题。小爱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肯定要质问他，他这是变态行为，我可不愿意跟这样的人再住在一起。我看着小爱义愤填膺的样子，有些羡慕他这样有话直说的爽朗性格，但我有些害怕。刚毕业的我也从来没接触过这些。小爱，对不起，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，我不太敢。小爱看着我犹犹豫豫的样子，瞬间明了，没事，你要害怕你就回房间，我来质问他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一副理解的样子，我更羞愧了。到了晚上，小爱让我回了房间，他就一直守在客厅坐着，等着许良回来。我静静地抱着腿坐在卧室里，也没开灯，直到快到10点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开门声，许良回来了。随后门外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，我很好奇，悄悄给门开了一条缝隙，想看看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在客厅里，许良经受了小爱一系列的质问之后，没有一丝紧张，依旧像从前一样，脸上带着笑意。你必须搬走，现在证据确凿了，你如果不搬走，我就把你的事情报到网上去。许良似乎没有听小爱的话，只是自言自语：这件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吗？乐乐今天不在家吗？什么？小爱愣了一下，他今天不在，你别想转移话题，你就说搬不搬吧。听到小爱的话，我不免有些感动，他哪怕知道我不愿意面对，却还是保护着我。正当我还在自我感动的时候，只听到许良轻笑了一声，随后什么都没说就走进了自己的卧室。没过几分钟，他就走了出来，同时他的手上还握着一根防身棍。记得以前许良还笑着对我俩说，如果有人来咱们家，我就拿着这根棍子砸下去，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你们都安全。而此时此刻，这根棍子直接就朝着小爱用力地挥了下去，边砸还边嘟囔着：傻姑娘，如果没人知道的话，我为什么要受你的威胁？我看着这个画面，瞬间瞪大了眼睛，眼泪不自觉地溢了出来。我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，一点都不敢出声。我悄悄地关紧了房门，轻手轻脚地锁了起来，顺着门边就坐在了地上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突然，一声震动的响声传进了我的耳朵，在这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。我吓了一跳，是许良发来的消息：乐乐，你在哪儿？我听到脚步声逐渐靠近了我的房门，他一定是猜到我在家了。顾不得其他，我拿起手机赶紧报了警，哭着将整件事情告诉了警察，只希望在他破门之前，他们能赶到。一阵阵的砸门声传来，我害怕地躲进了床底下，死死地捏紧自己的手机，又打了个电话给警察：你们快来，他快进来了。警察姐姐轻声地安抚着：别怕，警察已经到楼下了，你想办法拿什么抵一下门。我颤抖地思索着卧室里有什么东西能把门抵住。对了，衣橱。此时我十分庆幸这个衣橱是活动式的，我爬出床底，跑到了衣橱边上。乐乐，你果然在家。我惊讶地转头看向门口，只见房门已经被许良砸出了一个洞。就在他继续砸门的时候，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把柜子推向了门口，死死抵住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砸门声停止了，我听到了很多人的脚步以及打斗声。别动，警察！随后，我的门被轻轻敲响。小姑娘，你出来吧。放心，他已经被制服了。听着这个声音，
我推开衣橱，透过刚刚许良砸出的洞看去，确实是警察。打开门，小爱已经被白布盖上了。我瘫软在地，不断地抽泣着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爱。如果不是我懦弱，最后我搬离了这座城市，但这件事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底。如果半夜有人敲门问你借东西，又声称是你的邻居，你会开门吗？”我最近刚租了一套房子，虽然是个老小区，但是社区治安还算可以，我便安心住了下来。可刚住下没2天，夜里的一次停电彻底打破了这份宁静。大概夜里11点钟，刚准备入睡的我被敲门声惊醒，我想打开床头灯，却发现竟然停电了。我皱了皱眉，门外的敲门声还在继续。我不耐烦地回道：“谁呀？”“阿姨你好，我是住在对门的珊珊，请问你家有蜡烛吗？”听着询问声，好像是一个小姑娘的声音，但我透过猫眼望去，楼道也漆黑一片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“阿姨，你家有蜡烛吗？”见我没回复，门外的声音再次传来。我暗道糟糕，这才刚来就找我借东西，那以后岂不是没完没了了？我一直有点社恐，跟不熟悉的人，哪怕是小孩子都不想有过多的交集，索性我冷冷地回复了句：“没有。”可门外的人似乎并没有听出我的冷淡，突然笑了起来，话中还带了一丝得意：“阿姨，我就知道你家没有，妈妈怕你害怕，让我给你送蜡烛来了。”他的一番话倒是让我感到了一丝愧疚。映着手机的灯光，我准备开门的时候，猛然间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因为手机刚好停留在了 WiFi 的连接页面，我发现很多 WiFi 设备的名称依然挂着。这是不是意味着，并不是整栋楼停电，而是只有我家停电了？想到这，我不禁背后一凉，门外的敲门声还在继续。“阿姨，你开个门吧，我把蜡烛给你。”此刻，门外的声音好似催命般的响起，我死死咬住嘴唇，看了眼房门已经反锁后，便再没给他任何回应。直到第2天家里依然没有电，我联系了物业才知道，原来真的是我家的电闸被人动过，而且这栋楼根本没有一个叫珊珊的小女孩，这不禁让我一阵后怕。最近我总觉得家里多了一个人，起初我觉得是我的职业病在作祟，直到某天凌晨，无意间垂眸一瞥，一双漆黑狂热的眼珠藏在床底，正死死地盯着我。深夜12点，我卸完妆，略显疲惫地走出卫生间，冷风从没关紧的窗缝里吹过，带来些许寒意。我抱紧手臂，心里有些疑惑。回家后，我明明关紧了门窗，现在又怎么会打开？难道是进贼了？这个念头浮现的瞬间，忽然外头客厅传来轻微的摩擦声，我浑身一抖，冷汗瞬间冒出，脸庞也变得毫无血色。这些诡异的动静又开始了。半个月前，我搬进了这座单身公寓，原以为能过上梦想的生活，谁成想我的周围怪事不断，莫名其妙坏掉的吊灯，凌晨睡梦中听见的轻微脚步声，落在身上冰冷又黏腻的隐约视线。我怀疑家里多了一个人，这惊悚的念头让我的神经绷得很紧，导致工作时的状态也特别差。此刻头顶灯光闪烁，在昏暗幽静的公寓内，这道忽明忽暗的光线显得十分诡异。因为拍摄录制实在忙碌，我一直没有空叫人来修吊灯，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心中的不安感越发严重，我匆忙扭过头，不敢再看身后景象，一路慌张地逃进了卧室。卧室门被用力关上，我捂住胸口，灯都没来得及开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努力平复狂跳的心脏。床头柜上正在充电的手机亮着令我心安的屏幕光，我忍住恐惧，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，心惊胆战了好一会儿，门外的摩擦声好像忽然消失了。我坐在地上，终于缓缓吐出一口气，幸好我没有按照以往的习惯将手机放在客厅充电。这个念头闪电般将庆幸的我劈僵在原地。充电时，我的手机明明是关机锁屏状态，可此刻手机屏幕却一直亮着微弱的光芒，它分明已经被人解了锁。我腾的一下从地上站起，谁解锁了我的手机？这一刻，家里肯定进人了，这种恐惧感疯狂席卷了我。我哆哆嗦嗦拿起手机给经纪人老韩发了信息。就在此时，寂静的空气中忽然传来一道微弱的喘息，是属于男人的喘息声。我的动作猛地滞在原地，黑暗中我对上了2只漆黑阴沉的眼珠，那双眼睛布满血丝，此刻正瞪成一个夸张的弧度，死死地盯着我。他竟然就藏在我的床底下。我眼睁睁地看着男人冲我森然一笑，然后慢慢地将硕大的身躯从床底挤出。安静的卧室里充斥着男人费力的喘息声，在我惊恐万分的瞳孔中，男人狂热无比地朝我扑来。小贝，我爱你，小贝，和我在一起吧！我惊恐的尖叫，用力攥住了门旁边的衣架，用尽全力砸向男人的额头。他
我瞬间跪倒在地，发出一声杀猪般的痛喊。男人朝我怒吼：陆小贝，你这个贱人！我的眼泪不知何时已布满脸庞，疯了般打开卧室门，拼命往外逃。之前我就听过私生饭的传闻，没想到这么疯狂恐怖。幽暗狭窄的走廊此刻格外的长，头顶的吊灯不断忽闪。寂静的公寓里，只有我急促的呼吸和男人气急败坏的叫骂。这座公寓地处偏僻城郊，平时鲜少有人来，求救根本没有用。不要脸的贱人，你给我站住！给我身后站住！男人激动扭曲的声音越来越近，我咬紧牙关，死死盯着近在咫尺的大门，屏住呼吸，奋力向前一跃，企图握住公寓门把手。我握住了，眼里猛然绽放出巨大惊喜。只是还没来得及将大门彻底拉开，下一秒，我的头皮一阵剧痛，男人毫不留情地抓住了我的头发。我忍不住惨叫一声，身体被强制拖回公寓，眼睁睁地看着打开一丝缝隙的大门离我越来越远。救命！救救我！我泪流满面，不肯放弃的大声呼救。男人格外恼怒，一脸狰狞恐怖。贱人，还敢叫！他喘着粗气，两手就是响亮的一巴掌，火辣辣的触感从脸上蔓延开，剧烈的痛苦让我瞬间失声。这就对了。男人咧开嘴笑了起来，小贝真乖呀！我剧烈颤抖着，男人神经质地抚摸着我的脸颊。和我在一起吧，小贝。他声音阴冷而黏腻。你放心，谁也没办法拆散我们。男人冰冷的左手落在我的睡衣领口，我惊恐万分地瞪大泪眼。随着衣物裂开的声响，男人的脸剧烈耸动，目光兴奋且痴迷，下一秒就要把头凑过来。这一刻，我终于崩溃的痛哭出声：谁来救救我！忽然，猛地传来一声巨响，大门被打开了，肥硕的男人被人强行从我身上拉开，随后被来人一脚踹在肚子上，哼唧了2声没了下文。我蹲在墙边止不住的哭泣，一件西装搭在我的身上，是我的经纪人老韩。他不停地安慰我说一切都过去了。后经调查得知，这个男人一直是我的私生饭，阴差阳错的被他找到了我现在的住址，于是就有了这次事情的发生。这件事给我的影响很大，我一直沉浸在极度的恐惧中，迟迟无法走出来。如果你忽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，就是说不上来，但感觉很奇怪，那你就得小心了，因为人的第六感有时候是非常准的。今天是我们的3周年纪念日，男友竟然忘得一干二净。晚上我生气的和他吵了起来，赌气的收拾好了行李，就准备去附近的旅馆居住。登记的时候已经是半夜，前台只留了一盏昏黄的灯光，是一个看着很和蔼的阿姨。她看着我的身份证，小姑娘，你是本地的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不回家啊？她可能是出于关心，但总让我感觉怪怪的。出于警惕，我并没有和他多说什么。拿到房卡后，我坐着电梯上了楼，楼道里很暗，给我一种不踏实的感觉。快步走进房间，锁好房门后，丢下行李就躺在了床上，拿出手机想看看那狗男人有没有找我，结果发现他一条信息也没发给我。我心里又气又委屈，看来他真是不在乎我，就不担心这么晚我出什么事吗？狗男人，这次我绝对不先低头。想着想着，我越发委屈。房间里的座机突然响了，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，吓得我一激灵。我迟疑了一下，接起电话。姑娘，我是楼下前台的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是这样的，我想起来你屋里的花洒坏了，没办法洗澡，要不我给你换个房间吧。阿姨带着特别抱歉的语气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凌晨1点30分，于是对阿姨说：不用麻烦了，我在家里已经洗过了。那怎么可以？阿姨突然拔高了声音，她过激的反应让我觉得莫名其妙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的思绪变得清晰一些。花洒是旅馆的基础设施，按道理说应该每天检查，难道是阿姨故意把我安排在这个房间？她是不是有什么目的？我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很多恐怖的画面，心里拔凉拔凉的，不断安慰自己可能是想多了。躺在床上，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正在我胡思乱想时，敲门声突兀的响起，我心里一惊，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：谁？姑娘，你的身份证落在前台了，我给你拿来了，麻烦你把门开一下。听了阿姨的话，我赶紧打开了包，发现身份证真的不在。这就来。我答应着跳下了床，快步走到门口，趴在猫眼上向走廊望去。那个前台阿姨一个人站在门外，我的神经稍微放松一些。可就在我准备开门时，听到了一声低沉的咳嗽声，我确信这声音是一个男人发出来的。直觉告诉我门外肯定有问题。阿姨，外面就你自己吗？我故作平静地问。对对对，就我自己，你赶紧开门吧。他焦急的应答，让我感觉更不对劲。我太困了，身份证先放前台吧，我男朋友一会儿来找我，待会儿你给他就可以了。许久，外面终于陷入了安静，可我的心却迟迟没办法平静下来。这个旅店一定有问题，必须赶紧离开这里。我蹑手蹑脚地下了楼，探出头往前台看去，没看到人，
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刚想往大门口走，就听到有声音从门口传来。我望了过去，只见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在店门口，那个前台阿姨站在门口，正和司机小声议论着什么。她的神色凌厉，和之前和蔼的形象判若两人。我的心里一阵发毛，大气都不敢喘。突然，他们望向了我这边，我立马将头缩了回去，全身汗毛直立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被他们发现。我害怕电梯声会引起他们的注意，便选择走楼梯。两腿发软的我，手脚并用才爬到了3楼，汗水早将我的衣服打透。就在我打算从安全出口回房间时，却看到有2个彪形大汉守在我的门口。我攥着手机，悄悄缩回了头，突想起前几天在新闻上看到的年轻女孩无故失踪的案件。此时我特别后悔为什么要离家出走。我深吸口气，再次往楼上走去。我缩在4楼的楼梯墙角，颤颤巍巍给男朋友发微信：小帅，救我！我怀疑他们有人要害我，我看到有4个人。顺手给他分享了定位。唯一庆幸的是，这狗男人还没有拉黑我。发完消息之后，我又向墙角缩了缩，仿佛过了1个世纪那么漫长。我感觉我身上的汗都快干了时，听到了电梯响动，有人下去了，估计是门口那2个人看等不到人就走了。我依旧不敢出声。没过多久，我再次听到电梯的声音，随后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：小冉，我到了3楼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告诉他我在4楼楼梯口。没过一会儿，脚步声传来，我看到了男友的脸。此时的我完全顾不得之前的争吵，紧紧抱住了男友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楼下没什么异常，我们回家吧。过了好几天，我都没有从那晚的经历中缓过神来，一直都以为自己是被迫害妄想症，直到这条新闻的出现。昨晚在麻吉市某小区附近旅馆破获一起贩卖人口案，抓捕 N 名人员。看到这条新闻，我顿时冷汗直下。虽然照片模糊，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我那晚入住的酒店。男友也是一阵后怕，后悔那天让我出去。如果那晚我真的和他们正面碰撞到了，那真的难以想象会发生什么。如果每到半夜你都能听到门外有奇怪的敲门声，你会怎么办？周五晚上，我很早就睡了，但由于我睡眠很浅，再加上房子隔音效果也很差，半睡半醒之间，我就一直听到外面有人在不停的上下楼，脚步声非常有节奏，从2楼上到我住的3楼，停了有10几秒钟，然后再上到4楼。到了4楼，脚步声会突然消失，但是没过一会儿，那个人就会再下来，就这样来回的走动。我心里有点害怕，但想了想，那个人毕竟是在外面，我门都锁了，他就算有什么企图也一定进不来。我不断地安慰着自己。此时我已经毫无睡意，躺在床上一直听着外面的动静。那个脚步声持续了将近有1个小时。就在我几乎快要崩溃的时候，外面的脚步声突然停止了。还没等我缓一口气，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。我吓得一下子坐了起来，汗毛直立，犹豫了半晌。我悄悄打开了卧室的门，望着门口，竖起了耳朵仔细听了听，直到发现他敲的是对面的门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对面都没人住，那人敲一会儿就走了吧？就这样，我一直站在卧室门口等着外面的人走掉，僵持了10分钟，这个敲门声依然没有停止，而且每次拍门间隔的时间几乎都一样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已经是凌晨2点。我挠了挠头，如果再这样敲下去，我就不用睡了。嘟囔间，我鼓起勇气走到了门口，趴在猫眼上看了过去，只见一个身穿黑长裙的女人站在对面，伸着手不停地在拍打着门，她的姿势非常僵硬。我隐约觉得这女人身上有一个地方很奇怪，但是具体哪个地方我又说不上来。就在我疑惑的时候，那个女人终于停止了敲门，再仔细看时，人已经消失在了楼道。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，终于走了，这下应该可以好好睡觉了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第2天晚上，昨天的脚步声再次响起。没过一会儿，那个女人又开始敲门，又一次被半夜吵醒的我特别生气。一看手机，又是凌晨2点，我皱了皱眉。要是每天晚上都这样，那以后就别想睡个安稳觉了。我冲到了门口，隔着门对女人喊道：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？喊过以后，我就趴在猫眼上观察着外面的情况。那个女人就像没听到一样，依然还在敲着门。这女人怎么回事？没睡好的烦躁感突然压过了心底的恐惧，心一横，我直接打开了门。你要再敲门，我现在就报警，你这属于扰民，知道吗？说完以后，那个女人确实不再敲门，但依旧没有说话，甚至没有转身，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在这短短10几秒间，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个女人，穿的衣服没有问题，头发和脚也没有问题，但是她的手臂却很奇怪，明明衣服没有袖子，但整条手臂却是黑色的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后悔自己的莽撞，恐惧席卷了我的神经。我赶紧伸手想要把门关上，但就在关门的时候，女人突然转过身，咧着嘴就朝着我扑了过来，还伸出一只手想要把住我的门。我害怕的浑身颤抖，咬紧牙关，用最快的速度有惊无险的把门给关上了。关上以后就马上反锁了门，这个女人也没了动静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吓得面色苍白。我不知道她是已经走了还是站在外面，我不敢去看猫眼。缓了一会儿后，
我拿出手机就赶紧报了警。警察来了以后，女人已经不见了。录完笔录后，警察就走了。折腾了一夜，我都没有再睡着。这得亏今天也不上班。早上8点左右，就在我准备补觉的时候，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是房东。他大早上的打我电话干什么？按了接听键，就听到房东抱怨的声音：“哎呀，小新啊，这点事儿你咋就报警了呢？”啊，什么事儿啊？一宿没睡，我脑子都有些懵，反应过来才知道他说的是那个女人。听房东说了之后，我才知道我的对面以前住着一对夫妻，后来男人在外面认识了一个女人，而这个女人也不知道男方已经结婚。没过多久，这件事就被男人的老婆发现。这男人老婆也是挺狠的，直接拿着一瓶硫酸就找到女人的家里。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，男方的老婆被抓走，而女人面部毁容、重度烧伤，又被男方抛弃。后来就精神失常，隔三差五的去找男方，但是没想到的是，男方早已经搬走，没了音讯。我在某鱼上买了个2手手机，结果到货后发现这台手机竟然没有格式化。打开相册一看，原手机主人还是个高大帅气的男生，这下可赚到了。要是能借这个机会发展一下关系，嘿嘿嘿！我一边想入非非，一边美滋滋地欣赏帅哥的盛世美颜。指尖一滑翻到下一页时，我整个人都呆住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手机里怎么会有我的照片？我仔细看这张照片，那还是我高中时拍的。我扎着马尾，穿着校服，一脸青涩。这张照片离现在都快7、8年了。原手机主人为什么会偷拍我，还把照片保存这么久？难道他是个偷窥狂，要对我意图不轨？不对呀，那为什么这些年都没下手？我继续翻着手机里的照片，1张、2张、3张，越来越不对劲。这些照片记录了我从高中到大学，再到参加工作的时光。最近的一张是在几个月前，我和闺蜜在海边的时候。原来这么多年都有一个人在背后偷偷看着我，这怎么越想越瘆人呢？简直细思极恐，我的冷汗直往外冒，这丫绝对是个变态。幸好我掌握了证据，不然都不知道自己离危险有多近。正当我想报警的时候，门铃响了。小姐，有您的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我想都没想，直接说先放门口吧。说完这句话，突然回过神来，不对呀，我都没买东西，哪来的快递？我屏住呼吸，僵硬地看向门的方向，手指不自觉颤抖起来。门外的人应了一声，把东西放下走了。我蹑手蹑脚跑到门口，透过猫眼看到外面没有人。我小心翼翼扭动门把手，左右环顾后把快递拿了进去。打开快递，里面居然装着一套性感内衣。我拿出来一看，好家伙，连尺码都合适，谁这么恶搞我呀？我有些疑惑，脑子里第一个闪现的是我闺蜜小关。小关在这方面总是有很多大胆的举动，去年生日还送了我一个小玩具，所以今年送我情趣内衣毫不奇怪。只是距我的生日还有1周时间，想来是她的礼物买早了。我打开手机，正要跟小关说收到了，正在此时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，送你的这套内衣喜欢吗？穿上我看看。我的心跳骤然加快，这人是谁？什么叫穿上我看看？我看了看周围，又把家里的房间都转了一圈，没有人。到这里，我可以肯定这内衣不是小关送的了，他不会那么无聊。是谁恶作剧，我也不想知道了。我把放内衣的快递盒丢在鞋柜旁边，已经快10点了，明天还要上班，我得赶紧睡了。我麻溜钻进被窝里刷了会手机，还把刚才的事告诉了闺蜜，让她帮我分析是谁要整我。闺蜜很久没说话，我的眼皮也撑不住了，拿手机的手垂在床边，倒头睡了。半夜，我迷迷糊糊听到门把转了一下，我微微睁开眼，撑着身子仔细听了会，又没声音了。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声音，又躺了下来，点开手机看了眼时间，凌晨1点。映入眼帘的还有一条闺蜜的消息，我点开看了一眼，瞬间睡意全无。有没有可能送你内衣的人就是手机卖家？这条消息吓了我一大跳。如果这个猜想是真的，那么卖家已经知道我的地址，后面可能会发生什么根本无法想象。我手抖地发过去，不会吧，别吓我呀，大晚上睡不着了。闺蜜估计早睡了，我却彻底被吓醒了。本想开灯给自己一些安全感，这时我又听见了客厅里传来奇怪的声响，好像是鞋子摩擦地板的声音，我不太确定，于是屏住呼吸，光脚下地，把耳朵慢慢贴近卧室的房门，感觉有脚步声渐渐离远，好像进了厨房。再从厨房出来后，推门去了隔壁的卧室，耳边真真切切的推门声让我确定家里真的进人了。我在网上买到了没格式化的2手机，里面居然有我的照片，而现在那个机主就在我的客厅。
耳边真真切切的推门声让我确定家里真的进人了。我脸色陡然变得苍白，全身止不住的发抖，极力不发出一丝声音。我贴着房门蹲了下来，手指颤颤巍巍拿着手机，刚输入110要拨打电话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警察就算赶到我家也需要时间，何况我现在说话，外面的人肯定能听见，万一他急了那就糟了。我沉下心，编辑短信给12110，警察，我家进了人，就在客厅里，我现在很危险，请你们赶快过来。我家在马吉小区3单元5楼507房间。拇指一按，消息立刻发了出去。正当我稍微松了口气，耳边响起3下敲门声，沉重有力，我的心脏快要跳出来，整个人都蜷缩在墙角，浑身止不住的发抖。随后我听到一门之隔的外面传来一个极为温柔低沉的男音，他一字一顿，仿佛正在盯着一个已经进入牢笼的猎物。徐真真，我知道你没睡，我要进来喽。我逃也似的跑到床上，用被子把自己捂住，抖得像筛糠一样，我连声音都发不出来。外面的人转了转门把，发现门从里面锁住了，他猛地抬脚踹了一下，行径粗鲁暴躁，可他的声音依然温和，一声声引诱着我：出来吧，把门打开，我看见你在被子里呢。我蜷缩在被子里，嗓子里像塞了团棉花，极度的恐惧让我说不出话来，他的力道越来越大。我听到了木屑的破碎声，透过被子一角，我看到了一只邪恶的眼睛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嘴角勾起诡异的笑。你还是和从前一样不听话，我真的要生气喽。男人温柔地说完这句话，一脚将门板踹倒，门板的轰塌声重重地落在我的心上。男人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，黑暗的光线下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能看到他2排白森森的牙。他在笑。我不能坐以待毙，猛地从床上跳下来，钻进了卫生间。这个卫生间门相对而言坚固一些，就在我以为他能替我挡一阵时，男人猛地撞了过来，下一秒他的半个身子探了进来，嘴角扬起玩味的笑。我忍不住尖叫起来，恐惧和恶心的情绪交织在一起，我吓得瘫倒在地上。徐真真，你怎么这么胆小，一点都不好玩。男人勾起我的下巴，有些遗憾地说：求你放了我。我小声的哀求。放了你？怎么可能？游戏才刚刚开始。男人温柔如水，用手指碰了碰我的嘴唇，冰冷的温度让我忍不住哆嗦了一下，用2只手拼命地向后，最后贴到了卫生间的墙壁。怎么办呢？无路可逃了。男人嗤笑着问：你别过来，你要是再敢走一步，我就跳下去。我的话音还没落，男人就挑衅地向前了2步，下一秒我被他轻而易举地拽起来，然后把我的脑袋塞到窗外，风和泪水不停地往脖子里灌。你不是想说要从这儿跳下去吗？我现在就成全你。男人轻描淡写地说完后，托起我的整个身子往窗外送，身体完全腾空的刹那，我真的怕极了，忍不住尖叫起来，2只手拼命地想要抓住窗沿。面对我的胆怯，男人冷笑着奚落着：既然你不想跳楼，没关系。他把我丢在了角落。我想到了一个新死法。说罢，我看见他掏出一把利刃，直直地划向我的脸。我惊恐地尖叫一声，头一歪晕了过去，一杯冰水无情地泼在我的脸上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发现人已经靠在了床上。想到之前恐怖的一幕，我伸手想要摸摸自己的脸，抬手时发现4肢被他绑了起来，根本动弹不得。放心吧，你目前并没有毁容，不过一会儿就很难说了。站在床边的男人突然开口，这一瞬我终于看清了这个男人的脸，竟然和手机里的相片一模一样。是你卖给我手机的人，怪不得他能叫出我的名字，因为订单上我用的是实名信息，所以送性感内衣的也是他。是不是很惊喜啊？你到底是谁？想把我怎样？我不敢看他的眼睛，弱弱地从胸腔中挤出一句话：你竟然不记得我。男人遗憾地说。我偷偷地瞄着他，男人的五官很俊俏，很符合我的审美，可惜我并不认识他。我连忙摇摇头。你不记得我就算了，可我记得你，这么多年每一天我都没忘记。男人的脸一下子冷了下来，我吞了吞口水，不敢吭声。那这个呢？他用力扯开自己的衣服，我看到一条如蜈蚣般长长的疤，将胸膛撕成2半，让人毛骨悚然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男人突然像疯了一样笑了起来，脸上写满了阴鸷。徐真真，我有今天都是拜你所赐。他突然扼住了我的脖子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叫王帅，是帅气的帅，不是衰败的衰。
他一字一字地吼道。王帅这个名字让我莫名的熟悉，可记忆库里却没有这个人的痕迹。抱歉，我真的不记得你。还真是讽刺，这么多年，我做梦都想见到你。王帅笑着看向我，阴森森地说，然后将你狠狠地踩在尘埃里。我还来不及开口，他竟然哼唱起来。胖头鱼叫王帅，又胖又丑没人爱，见班花口水淌，哭着喊着做新郎，耳又聋眼又花，就是一只癞蛤蟆。听着他的哼唱，我的心猛地一沉，终于想起眼前的这个人是谁，怎么可能是他？惊悚从我的脚底蔓延到了天灵盖。我在某鱼上买到了没格式化的二手机，里面居然有我的照片，而现在那个机主已经闯进了我家。胖头鱼叫王帅，又胖又丑没人爱，见班花口水淌，哭着喊着做新郎，耳又聋眼又花，就是一只癞蛤蟆。这声音让人不寒而栗。我终于想起来他是谁了，怎么会是你？我瞪大眼睛。高中时代的我因为家庭条件优渥，加上学习好长相佳，身边的人都拼命地讨好我。我在学校里格外嚣张。高一时班里来了一个转校生，名叫王帅，老师安排他坐我的同桌。那时的王帅又矮又胖又丑，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，一开口脸就红，就是个小透明。我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。许真真，王帅说他喜欢你。一个男生戏谑地对我说，我从小到大不乏追求者，可是被王帅那样的丑逼喜欢，感觉是天大的耻辱。我气哼哼地回到座位，王帅小心翼翼地将一盒小蛋糕推到我的面前。吃块蛋糕吧，甜食能让人的心情变好。谁喜欢吃你的破蛋糕？和你的人一样恶心。我气呼呼地拿起蛋糕直接糊在他的脸上。王帅被我的举动吓坏了，怯怯地看着我。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？你活着就是个错误，我咬牙切齿地说。王帅落寞地看了我一眼，伸手抹了抹脸上的奶油，默默地走出教室。我迅速找老师换了座位，却没能制止流言的传播。只要我和王帅同框，同学们就开始起哄，看戏一般对着我们不怀好意地笑。王帅的存在仿佛将我钉在耻辱柱上，让我抬不起头来。许真真，你和王帅的婚纱照被贴在了黑板上。早晨，一个同学从班级里跑出来，幸灾乐祸地对我说，我和王帅的学生照并排贴在黑板上，照片的周围画着彩色的气球和鲜花，最上边写着4个大字，新婚快乐。班级的同学开始鼓掌起哄，祝我们早生贵子。我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炸开了，抓起板擦发疯似的在黑板上乱蹭，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。男主角来喽！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，同学把目光投向出现在门口的王帅。黑板上的婚纱照是你布置的吧？还真是用心良苦呢。赶紧向许真真求婚，说不定她就会答应你。有同学开始起哄，不是我做的。看到黑板上的内容后，王帅脸色煞白，连连摆手。看着他那张对不起观众的脸，我烦躁极了，抬手将板擦狠狠地丢了过去。板擦砸在王帅的肩膀，然后落在地上。你这只癞蛤蟆，赶紧滚开！我的话音刚落，王帅眼里的光一点点褪去，小声地说了句对不起。我开始带头孤立王帅，同学们看我针对他，也乐得看戏，对他非打即骂。不善言辞的他越发沉默，整张脸上写满了灰败，就像是一颗快要枯死的植株。课间，王帅再次走向我，他的靠近让我浑身不自在，胃里都在不停地翻腾。那真的不是我做的。王帅局促不安地说，滚远点儿，我不想看到你。我烦躁不安地想要尽快赶走他，害怕我们又成为焦点。不是我。王帅的眼角挂着泪珠，想让我相信你可以，你现在就死给我看，用死来证明你的清白。我轻蔑地看着王帅，嘴角衔着笑。王帅脸色苍白，愣愣地看了我几秒，然后无声地走出教室。不久，窗外传来一声巨响。许真真，你终于想起我了。王帅用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脸颊，掐住我脖子，手掌微微用力。我缺氧到喘不过气，两只被绑起来的胳膊奋力又徒劳地挣扎。我没死成，你一定很失望吧？他的笑容越来越夸张，可丝毫没有温度。我看着他发疯似的大笑，直到我快翻白眼了，才大手一松，我肩膀剧烈耸动，头一次这么贪婪氧气，大口大口呼吸着，无助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，用力地咬住嘴唇，拼命摇头。王帅，你放过我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其实你跳楼后，我真的很自责，每天被噩梦困扰，我还得了抑郁症。后来一个心理医生帮我封存了那段记忆。放了你，
说的轻巧，你感受过被人羞辱生无可恋的味道吗？你体验过骨头4分5裂的滋味吗？徐真真，在我的面前，你不配谈条件，这些都是你欠我的。王帅的双眼充血，他不停地在笑。放过我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再次低三下四的哀求。哼，如果那天我没有跳下去，你一定还会像以前那样对我，又怎么会知道你自己是错的？王帅的话让我顿时哑口无言。你现在的结局叫罪有应得。王帅说完这句话，举起刀对准我的胸膛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要命丧黄泉时，警察突然破门而入，也将王帅制服。泪眼朦胧中，我看到了墙边挂着的花，它的名字叫紫色风信子，花语是救赎和忏悔。每个人都渴望忘记过去的不快，尽情地拥抱今天。可是我今天的遭遇就是昔日种下的恶因。校园暴力会对一个孩子的身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，雪崩到来时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当你洗脸闭眼睛的时候，是否和我一样总感觉有人在盯着你呢？这种感觉在我搬家之后尤为严重，偶尔还会听到人的喘息声，但每次我强行睁开眼往后看去，却什么都没有。但后来一件更可怕的事情让我从此以后活在了阴影里。因为图上班方便，我便想在公司附近租房。很快我便在网上找到了一间公寓，房间刚装修完不久，房租也很实惠，但是房东唯一的要求是女生入住，这让我有些疑惑。在看房的时候，我就问了房东，他告诉我女生比较爱干净，不像男生一样邋遢。我便没多想，果断与房东签下了合同。我自认为我的警惕性比较高，所以在搬家之后，出于安全考虑，我不但换了门锁，而且还在门口装上了可视门铃。因为刚搬新家，当晚我就喊了闺蜜小美和她新交的男友来我家玩。她的男友我也是第一次见，人看着很干练，聊天中了解到他是一名特警，看着男友力十足，我也挺为小美感到开心的。因为收拾到很晚，第二天我起床的时候发现已经快迟到了，着急忙慌地赶出家门，恰好碰到了房东拎着垃圾从门口路过。房东，你来找我的吗？哦，不是，我就住在隔壁，后面几间也都是我的房子，你有什么事儿也可以随时喊我。我不禁有些羡慕房东，每个月收租不用上班也太爽了吧。因为着急上班，没多聊几句，我便赶去公司了。但没过几天，便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。首先是我的零食会莫名其妙的变少了，其次是卫生间的镜子上出现了奇怪的掌印，位置比较偏左。起初我并没有太在意，以为是我无意间碰到的，便顺手擦掉了。但最近我总感觉每天睡醒会特别累，好像每天晚上跟人打了一架。出于警觉，我还特地看了家里的可视门铃和电子锁的开门记录，都是正常的。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，甚至总感觉我洗脸的时候，好像有个人就在旁边看着我，隐约还能听到呼吸声。但等我睁开眼看的时候，却什么都没有。闺蜜还安慰我，你太多疑了，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？可能真的是我想多了吧，别不开心了，我晚上过来陪你聊聊天。晚上小美来了，还带着我最爱的奶茶和烤串，我们边吃边聊，心里确实也轻松了很多。期间小美去了卫生间，但随后神色紧张地从卫生间出来，拉着我走到了镜子前，指着镜子上的手印，满脸慌张。你看，这个手印很奇怪，虽然模糊，但这很明显是男人的手印。我的视线随着小美的手望过去，惊讶地发现这个掌印的位置还是一样的靠左，而且明显要比我的手掌大一些，也印证了小美的说法，这肯定是个男人的手掌印。我和小美对视了一眼，互相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恐。小美颤抖地拿起了手机，拍下了照片发给了她的男友。她男友很快赶了过来，安全起见，他很快检查了一下屋子，包括柜子里、窗帘后，甚至门口的可视门铃都没有发现异常。那掌印好似凭空出现在镜子上似的，难道这是灵异事件？这不禁又让我心惊胆战起来。就在我们疑惑的时候，小美的男友一直注视着镜子，只见他突然用手按在了镜子上。不对，这镜子不对劲，怎么了？我哆哆嗦嗦地问他。我的手指与镜子里的手指之间没有空隙，这是一面双面镜。随后他又轻轻地敲击了镜面，声音空洞且带有回响，这更加证实了他的想法。双面镜的话，如果对面有人，他是能看到你的。随后顺着掌印，镜子竟然被他推开了。此时房东的脸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，他满眼血丝，好像被惊到了一样。我满脸不可置信地大喊了一声，是房东。
随即小美的男友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把她按在了地上。小美也拨打了报警电话。事后了解到，房东经常通过改装的镜子窥探着我，甚至在我的零食里放了药，通过针孔摄像头发现我熟睡后爬出镜子侵犯了我，而且把视频还传播到了网上。可怕的是，这一切我竟然一直被蒙在鼓里。知道真相的我崩溃了。小美安抚了我很久很久，该付出代价的是那些坏人，不是你的错，不要把过错全都加在自己身上。我抱着小美痛哭出声，这个畜生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